此时的林婉儿步态轻盈地从正厅之中走了过来。在见到林婉儿的那一刻，刘曼琼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这并非刘曼琼少见多怪或者大惊小怪。事实上，因为她那个生性风流的父亲，年纪轻轻的她都可谓是阅美无数了。港岛以及多半个亚洲的娱乐圈都是父亲当年的烈焰场，与其传出绯闻的女明星在媒体报道上一抓一大把，哪一个不是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？更何况港岛在以前的几十年时间里，一直都是整个亚洲的时尚与金融中心。在那个狭窄逼仄的城市角落中，不知汇聚了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俊男靓女，所以刘曼琼的审美早已经有些疲劳，甚至到有些麻木了。可即便如此，当他第一眼看到林婉儿的时候，还是感觉惊为天人。林婉儿的美是他几乎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类型，已经不是完美到不可挑剔，甚至已经完美到超出想象。换句话说，让刘曼琼自己在脑子里去想一个他认为最漂亮的女人的样子，然后把那个女人拿来跟林婉儿对比一下，依旧会跟林婉儿存在不可逾越的差距。当林婉儿来到刘曼琼面前的时候，刘曼琼还在为她的容貌而震惊不已。一旁的邱英山则开口说道：曼琼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表孙女林小婉，刚从马来西亚过来，开学在金陵大学考古专业读大一。刘曼琼回过神来，随即又有些惊讶地问道：您说什么？考古专业？对，邱英山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就是考古专业。我这个表孙女比较喜欢华夏的传统文化，然后又对那些文物古迹感兴趣，所以就选考古。说着，他便对林婉儿介绍到：小婉，这位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起的是孙女刘曼琼，她下午就要去你们学校面试讲师了。林婉儿浅浅一笑，非常礼貌地伸出手去，笑道：曼琼姐姐好，以后跟你在同一所学校，还得请你多关照。刘曼琼也连忙伸出手去跟她握了握，随后认真道：现在还没有100%确定可以顺利被金陵大学录取，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我被录取了，以后一定会力所能及多关照帮助的。林婉儿点点头，笑问道：不知道曼琼姐姐在学校读的是什么专业？刘曼琼道：我读的是汉语言专业，主攻汉语言文学以及古代汉语。林婉儿好奇地问道：不知考古专业要不要学习汉语言课程？刘曼琼摇摇头：这个我还真不确定，因为考古专业一般是历史学的门类，按理说应该会有一定的汉语言课程，但具体还要看每一所学校的具体教学安排。林婉儿笑盈盈地说道：如果有就最好，没有到时候我就去选修曼琼姐姐的课程。刘曼琼虽然不善交际，但面对林婉儿这种完美女孩子的笑容，整个人也一下子开朗了许多，愉悦地笑道：好啊，如果我被录用了，到时候你可一定来给我捧捧场。邱英山见两人相见甚欢，也不禁欣慰地说道：难得你们两个这么投机，大家还是进去坐着慢慢聊吧。两人欣然答应下来，依众人旋即一步来到客厅。客厅里，刘曼琼与林婉儿坐下之后，林婉儿便有些好奇地问她：曼琼姐姐，你怎么会选择从港岛来金陵发展？从国际1线城市到内地2线城市，这其中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刘曼琼微微一笑，再次搬出了来时路上对贤姐所说的那套说辞，无非就是觉得港岛节奏太快，人多地少，城市资源挤兑严重，整体感觉不如内地2线城市的生活更舒适。林婉儿听完，赞同地点了点头，但心里却完全不这么认为。她觉得刘曼琼的说辞乍一听好像挺对，港岛这种国际1线城市节奏自然不会慢，而且港岛也确实人多地少，很多人一辈子打拼也买不起一套30-40平的小房子，所以许多港岛年轻人都开始逐步到内地发展，尤其是与港岛相邻的特区，吸引了许多港岛年轻人。但是林婉儿也很清楚，港岛是一个天堂与地狱同在的地方，在那里
穷人一家6-7口挤在一个10平米的房间再正常不过，甚至有些人居住的地方连一张床都摆不下。但是同样在港岛，顶级富豪可以在海湾的半山腰上建设如宫殿般的超级豪宅，住摩天大楼上数百上千平的奢侈平层。纸醉金迷的港岛，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，一直是富人的天堂。刘曼琼家境极其殷实，港岛的节奏快慢、人口多少、土地多少，与他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干系。他的理由就像是顶级富豪对外宣称，他是因为美国治安不好，总是发生枪击案，所以决定离开美国。乍一听，这个理由好像一点问题也没有。美国这种国家，人人持枪，持枪抢劫每天都在发生，零元购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上演，重大枪击案一年恨不得发生几百上千起，活在那里确实每天都要面临未知的安全风险。但其实这些危险都是对美国的中下层社会而言的。换句话说，在美国生存的普通人确实要面对枪支的危险，但对那些生活在美国的顶级富豪来说，他们在美国比在这个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安全得多，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，把自家的围墙建得足够高，并且在上面拉上电网，同时还有足够的钱去聘请足够多的人，带着足够多的枪，24小时贴身守护他们的安全。而且在美国顶尖的富人区，警察局恨不得在社区的南门开一个，在北门也开一个，然后每个警察局再派8辆警车，16名配枪巡警，24小时在社区附近巡逻。一个枪手如果想搞枪击案，他绝对不会选择顶级富人区，因为他在开车进入富人区的路上，就因为自己驾驶的车不够好，被巡逻的警察拦停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别说他敢掏枪，就算他把手插进兜里拿支口香糖，都会在1秒钟内被打成马蜂窝。而就算他有本事躲避警察的巡逻，但只要他敢靠近那些超级富豪的庄园，暗中几十把枪就会立刻对准他。这种情况还想搞枪击案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，他怕是连枪击自己的机会都没有。而超级富豪的这种安全感，恰恰是其他国家给不了的，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普通人持枪，有钱人想大大方方找几十个持枪保镖来保护自己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就算平时雇一些保镖，一旦遇到持枪的匪徒也是徒劳。李家大少爷当年在港岛会被绑架，就是因为匪徒有枪，而李家大少爷和他的保镖没有。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，只要给安保公司足够的预算，他们能在大少爷回家的路上配几辆堪比装甲车的防弹凯迪拉克，以及10几名手持突击步枪的保镖贴身保护，就阿强、阿欢那几个匪徒，怕是都不够给这些保镖塞牙缝的。所以如果一个普通人说觉得美国生活不够安全，那8成是他的真实所想。但如果一个超级富豪对外说出同样的话，那一定是他的借口，绝不是他的真实想法。因此林婉儿断定刘曼琼来金陵一定另有原因。林婉儿的思维逻辑是，凡事要先看合理性，一旦这件事情与常理相悖，那就一定逃不过7个字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而且就像做乘法一样，基数和倍数越大，结果自然也就越大，反过来推理也是一样，结果如果很大，那基数和倍数也不会小。所以林婉儿不禁在心中暗忖，刘曼琼是家产千亿的豪门千金，能让她一个家产千亿的豪门千金做出这样反常的举动，那这妖也绝不是一般的妖，一定得是个大妖。这个基本逻辑在我身上也同样适用。我会来这里，也不是真的因为我喜欢这里，或者我的祖先和这里有怎样的渊源，而是因为这里就藏着一个天大的妖，那个妖就是叶晨。想到这里，林婉儿皱眉暗道，而金陵明面上能配得起刘曼琼身份的妖几乎没有，莫非这刘曼琼也是为叶晨而来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